当然也有很多的好奇，很多的疑问，怎么样借用你自身的能量来反转你曾经做下的错事，用实际的行动来回馈社会？首先线上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关注这一次的公益活动，那也感谢所有的媒体朋友们来到了现场。那先回应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想也呼应刚刚马董事长前面所说的，就是犯错并不可怕。对我来说，这些年来犯的错，最重要的是能够从这些错误当中体悟到一些真正自己的盲区跟盲点。所以，这1-2年来，我自己体悟了非常多。所以，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活动，能够实际用行动来回馈给曾经带给我舞台的台湾。所以，希望用这一次的项目持续下去。那无论未来我还有没有机会出这份力，我想作为这个发起人，也至少能够把这一次的活动发扬光大之后，能够把这份心力一直传递下去，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是，而且特别是我们这一次在设定上面，当然一个就是反毒相关，我们要做反毒的关怀列车，希望这台列车可以开到偏乡地区，因为在偏乡地区，可能有些时候隔代教养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于很多的资讯并不是那么对称。那再来是我们对关乎爱妻儿，就是身心障碍的小朋友，也希望将这份能量带过去。那你自己有没有特别想要跟他们说的话呢？再来是你设定了1亿元的目标，这个对于一般公益劝募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你有这份决心。首先就是先针对毒品这个要关心的族群，就是我希望透过我作为这个可能毒品的最大的负面教材，也让大家能够用一个更正面的角度去认识这些毒品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那另外就是关于爱妻这个汤宝宝的部分，就是我希望也就是大家真正去关心一些社会上面比较弱势的家庭，以及他们需要帮助的一些族群。所以我认为这些都是有必要让大家更加正面跟去认识他们真正所需要的帮忙。那另外就是为什么当初会设定这个项目是1亿？其实我们之前有跟这个浪凡基金会有一些沟通。那其实我们一开始甚至是希望说这个劝募活动能不能设定在1000万就好，那也许比较好达成。那但是其实我们后面是有沟通过，就是说1000万好像太容易达成，那所以我们希望把一个目标设定在一个比较难以达成的这个金额，也就是我们最后设定了1亿。那这个1亿呢，无论我们最后有没有成功的募到1亿，我们希望说能够让所有人，如果说我的受众，或者说大家关心这个族群的受众，能够理解到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完成了什么样的努力，让大家看见，也希望感动，或者说让大家有渲染力这样子。是因为其实我相信台湾队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所在，那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发挥你的能量、能力，然后尽力的去做。但是像你加入我们的浪 Life， 其实直播有一段时间了，那你也不间断的在跟你的粉丝还有喜欢你的朋友说你即将要做这件公益劝募的事情，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他们给你的反馈是什么？我自己来浪 Life 其实差不多接近1个半月，那这个公益活动是正式在今天才正式宣布要启动了。其实来之前呢，来浪之前，其实我有跟大家宣布过，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公益活动。那于这1个半月，最大的体验跟感受就是我自己感觉浪 Life 它本身是一个很照顾用户的平台，很温暖，就是给了很多用户一些更好的体验，也为了用户去改善平台上面的一些使用习惯。又或者说送了非常多的礼物给观众也好，或是用户也好，所以的确是一个很温暖的平台。OK， 那有没有发生有趣的故事呢？比如说，像大家可能会很关心你接下来的计划，因为像马斗他，其实我们这一次有很多阶段性的任务要完成，你都会持续跟我们一起参与吗？因为我们阶段性可能有10台、20台的赠车，还有呢到偏乡的计划巡回，你能参与多少？我想这个公益的事情呢，我想时间上面我自己是不会设一个限期，我要参与多久。只要我持续在台湾这片土地上面呼吸，我就会一直参与下去。OK。只要有呼吸，只要还有能力，就继续的做。那当然，今天我们透过媒体朋友的见证之下，其实我们也希望再次邀请马董事长来到舞台上，因为我们希望来进行一个拍照宣誓启动。诚如刚刚 Toys 有讲到，我们1月11号我们的劝募证号已经正式的通过。那虽然之前呢，他有跟粉丝朋友来分享，接下来他要来进行公益，不过劝募的计划
1月11正式开始了，让 Toys 一起用爱向毒品 say no， 知错必改。我们先看我们的摄影镜头来平面的摄影。那稍后我们也请2位把你的视线焦点移到后方的电子媒体。所以我们先看前方，正前方。好，右边镜头一点点。那我们希望展现我们的决心，希望呢回馈社会，号召粉丝来捐出1亿元，一同把毒品赶出偏乡，能够关怀我们需要照顾的儿童。来，左手边的镜头，左手边的镜头，先左下方。那待会我们将视线移到后方的电子媒体。偏乡孩童的反毒教育列车，我们也会启动。那希望呢能够反毒试驾行动。来，中下方我们黑色的大哥。好，我们平面有捕捉到吗？好，右下方，好，右下方。然后来，马董，我们左边蓝色衣服的这位摄影大哥。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后方的电子媒体，也展现出我们的决心，势在必行，知错必改。一起用爱向毒品 say no。好，一路右手边的镜头，一路往中间的电子媒体。那我们也希望呢，守护身障及爱妻儿的关怀列车，我们希望提供爱妻儿健康手足照护的奖学金、身障发展中心或者是日照关怀以及他们的生活所需。那现在呢，也先谢谢我们的马董事长，我们握一下手，期盼我们一起携手来关怀需要关怀的朋友。反毒关怀列车的启动。那当然，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的是 Toys， 要展现你的决心了，知错必改。好，来，我们马董事长先稍后。那待会我们也会开放电子媒体以及平面媒体的联访时间。那也希望大家一起响应捐款。来，先我们平面媒体右下方。好，中下方我们浪凡基金会我们的摄影师。那也邀请你上浪凡基金会的官网了解更多的讯息。真的，1元不嫌少，1亿不嫌多。我们希望靠着每一个人的力量，展现自我的价值，活出生命的影响力。好，中间我们的官方摄影师知错必改，让生命来影响生命。我们也希望带出正向的循环。好，左下方，左下方。希望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善用自己的天赋来回馈社会。那我相信 Toys 它的影响力是无远弗届。那再看后方的镜头，我们展现爱，展现善的循环。那也希望反转毒害，回馈社会，带来正向的公益价值。那也谢谢我们浪凡基金会一同携手。那 Toys 呢，身为我们的募款的发起人，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目标。那也谢谢基金会提供这么棒的平台。那在我们的浪 Life 的一起加持之下，希望让更多的朋友参与。那现在呢，我们今天记者会来到了尾声，我们稍后要进行电子联访。Toys 有没有什么话想在最后这个阶段对大家说？知错必改，来，麦克风。这一次的活动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算是蛮大的，就是金额其实不是一个重点，无论我们最后募到的是1亿，还是100块，还是1000万，其实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尽我们的所能，无论是浪凡基金会还是我的努力，去募到更多的款项来帮助这些弱势团体。那其实整个过程当中，也可能因为我本身是属于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人物，那所有的一切的明细都会在浪凡基金会上面的官网可以看得到，所以全程都是公开透明，而且不会存在什么可能募了款不知道放到哪里用啊。那这些状况呢，我们都会比较完整的告诉大家我们接下来的一些想法以及一些项目，接下来未来会怎么执行。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这一次的这个公益项目。那即便大家可能最后考虑完还是不打算可能捐款，那也没有关系，也可以关注这件事情可以一直持续的关注下去，知道我们到底为了这件事情做了什么努力。谢谢。谢谢 Toys。只要有爱，本质为善，就让我们所有的朋友不分你我，一起把爱传递出去。也谢谢你，然后也谢谢我们浪凡慈善基金会，也谢谢所有的媒体朋友。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记者会就在这里告一个段落，马上要进行的是电子联访，谢谢。
好，我们现在呢稍后要进行的是电子媒体的联访。那也诚如我们上一次刚刚有分享到的，就是我们所有的明细都会在浪环慈善基金会上做公布，所以也请大家放心。那我们的劝募字号已经在1月11号正式的回客。好，稍后我们让我们的麦架准备好。好，现在这个位置可以吗？有没有需要调整的？我们的右三。好，谢谢。大哥都 OK 吗？好，38位。大概2天前有去这个医院想要拆线了，但是发现这个伤口目前还没有愈合。但是我的身体状况大家都不太需要担心，还算是强壮的，还有力气可以进行这个公益活动。那昨天对于大家的处理还是有意见？目前已经没有什么意见了。就我现在的状况，就是希望尽全力的、全心全意的去投入这个公益活动，所以大家可以不太需要担心前几天发生的事情。我想请问一下，上次有说是这个马大刀有没有私底下收到对方的道歉之类的？目前没有，但是我想就是呼吁这一次的公益活动，就是知错必改。那我希望这个黄先生也能够知错必改，也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公益活动。今天有发生，比如说泡茶做的照片是超哥在等待律师，你怎么看？这个我没那么了解，因为毕竟我人不在现场。你妈今天也有发生到场性的那针对于这样的说法。我想就是网络上其实有一些其他的路人有录到这个画面，所以大家也可以透过这些素材去了解一下当时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双方的一个立场可能不同，又或者说还没有完整了解过事情的事发经过，所以我觉得有一些误解也是很正常的。所以也希望就是未来大家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可以多多小心一点，又或者说遇到一些不太对的状况的时候，可以多多小心一点。你刚的意思是说你误解警方不同的做法吗？也不能这么说，就是可能双方都有一些误解啊，大家可能比较没有那么了解当时事发当下到底实际有些什么状况。目前其实我上次有大概在这个忘记哪一个采访当中，其实有说过这个项目就是这个企划应该就是会停止了。订鸡排还是说是基金会的人订的？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想大家都有吃鸡排的权利，同样的，大家也有做这个公益的权利。那你开始不有说警方没有保护被害人，那你觉得你自己身为被害人，你有没有觉得有委屈的地方吗？委不委屈，我想之后就是交给法律来判断就好了。那但是就是目前网络上所看到的画面，我想大家都其实算是蛮了解完整的状况的，所以大家自己自然会有一个判断。但是我们就是讨论，就是对于这样子的方式，那你这样后续会怎么做？这官司有在进行吗？当然就是持续会进行法律的部分了，但是我也很希望就是这个黄伯超先生能够一起来参与这一次的就是这个公益活动，好不好？很多网友说，就是你们这样的一个行为是炒作，要不要澄清一下？我想炒作应该不会拿自己头上来开玩笑，所以也庆幸，因为我本身就希望把这个公益活动进行完之后，再来看看未来在台湾之后会是怎么样的发展。那刚好可能人没死，那我还至少有力气可以进行这个公益活动，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就是我与原本的官司案件其实已经看得非常开了，于未来就是法律上怎么判断，就是一切尊重这个司法判决。于这个公益活动，单纯就是我希望说，取之社会，用之社会。那你接下来在台湾有想要再做些什么？我想这一个活动应该会是未来我最主要会在努力的地方。
家携手一起做这样？携手应该是不必，但是大家都有这个各自发挥的空间，我想这样够。那您说的那个拳击赛的部分，有想要进行？如果对方有意愿的话，我是没问题的。所以你曾经被打成这样的对方？我想如果用我的命能够让大家看到这个社会上的暴力事件，我觉得也不错啊，因为毕竟大家可能觉得我本身就该打活该，那也无所谓，就当做赎罪嘛，对不对？被打一打，可能大家对我的怨恨没有那么深。那既然我都被打了，那大家一起来跟我做公益嘛。饮料店之后会推出醋相关的有，我们有这个规划。可以透露一点吗？你说关于醋的吗？什么苹果醋啊、蜂蜜醋啊等等之类的啦。按名称有没有比较有趣？我想这个名称的部分，我应该是不用担心，因为各位网友都本身就蛮有才的。好，谢谢各位。好，稍后我们将进行平面联访，谢谢各位朋友，谢谢。宾馆在哪？Hello。稍后一下，我们做一下场地的安排。